在《甄嬛传》中，若论谁最懂大胖菊的心思，苏培盛称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。那么苏培盛究竟有多会揣测大胖菊的心思呢？今天让我们来唠唠苏培盛的解语花之路。首先，苏培盛懂得大胖菊没有宣之于口的心里话。这天晚上，大胖菊从齐齐哈尔的寝宫败兴而归，拜驾回养心殿的路上，苏培盛叫停了轿辇，向大胖菊确认接下来的行程。停！皇上，咱们是回养心殿呢，还是去翊坤宫啊？要说咱们大胖菊也是一个老傲娇，苏培盛的这一句问话就如同石沉大海，没有得到大胖菊的半点回应。只见大胖菊低垂着眼睛，一动不动的，仿佛是入了定。而苏培盛不愧为后宫中最会揣测大胖菊心思的人，即使大胖菊一句话都没有说，甚至从表情上也看不出任何情绪，苏培盛却仍然能够准确猜出大胖菊此时最想去的地方和最想见的人。只见苏培盛沉默了几秒，便直接吩咐轿夫去碎玉轩。不得不说，苏培盛的这番操作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大胖菊的无声在苏培盛面前才能更胜有声，而且有时苏培盛比大胖菊自己还要了解大胖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当甄嬛因为婉婉泪卿事件而对大胖菊死心，于是自请离宫时，大胖菊明明心里舍不得人家走，可面上却还是决绝地答应了甄嬛的请求。你早去也好，宫中也留不得了。这就是典型的口是心非。等甄嬛离宫了以后，大胖菊心里更是牵挂个不住，以致在病中还叫着甄嬛的名字。嬛嬛，嬛嬛。这一出屏幕的思念，不知感动了多少四环党。苏培盛也由此看出了大胖菊对甄嬛的用情至深。可惜大胖菊自己还浑然不觉，直到是婉婉泪卿之情。这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了。苏培盛明白大胖菊其实是非常想念甄嬛的，只是又放不下帝王的自尊去挽回。自娘娘出宫了以后，皇上心里十分惦记着娘娘，可是以皇上天子之威，是绝不可能低头来就范娘娘的。于是在甄嬛也主动要求回宫的背景下，苏培盛决定助攻一把甄嬛和大胖菊，而这助攻的过程就更是精彩绝伦了。具体有多精彩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苏培盛联合了沈眉庄，在大胖菊面前唱了一出双簧。他先是让沈眉庄领着甄嬛的女儿胧月在大胖菊的必经之路玩耍，然后趁机暗示大胖菊春光正好，最适合踏春了。皇上，您瞧这天气多好，连惠嫔娘娘都带着小公主出来踏春了。大胖菊闻言果然起了外出的心思，便接着说，过几天就是2月2龙抬头的日子。要知道2月2在古代是百姓踏春祈福的日子，所以大胖菊提起这个日子，可不就是想外出的意思吗？苏培盛听到大胖菊这样说，马上会意，于是向大胖菊确认今年祈福的地点。大胖菊则开始顺着苏培盛建造的台阶为自己寻找出宫的借口。年年都在宝华殿，连宫都没出过，算什么踏青春游？朕可听说京城里的百姓在这日都要出游踏春、赶庙会的。但等苏培盛叹了一句是啊，大胖菊又改口了。与其如此，朕还是省省心，在养心殿看折子吧。那么这里大家认为大胖菊是真的想留在养心殿看折子吗？答案当然不是。如果大胖菊真的想留在养心殿看折子，那么他就不会特意讲述百姓在2月2这一天都会做什么。所以大胖菊内心其实还是非常想出宫的，只不过秉承着傲娇至死的原则，他还是要让苏培盛继续给他造台阶儿。而苏培盛也没有辜负大胖菊的期望，紧接着说道：哎呦，皇上，龙抬头可是大日子呀！俗话说2月2龙抬头，大仓满小仓流啊，这可是祈求一年风调雨顺的大日子。皇上您可别含糊着过了。而且苏培盛明白，只是给了大胖菊出宫的理由还不够，毕竟宫外能竞相祈福的地方太多了，送佛送到西，还得将祈福的地点限定在甘露寺才行。于是苏培盛又细细地讲述了一番花神庙的拥挤与嘈杂。这一天，民间的百姓最爱去拜花神迎春了。可要数花神庙里边最热闹，哎呦，那人山人海啊！去年奴才还被挤得满身是汗，脚趾头都差点没踩烂了。
皇上可是想去那儿。果然，大胖菊二话没说就 pass 掉了花神庙这个选项，这就给了苏培盛一个创造新选项的机会。奴才是想，要是把踏青游春和祈福敬香搁到一块儿，倒是有个地方最合适。这时，沈眉庄也开始了她的表演。臣妾倒是记得小时候去凌云峰赏春，风景秀美，再去甘露寺烧香祈福，一日时间倒也是正好。要说最贴心，也不过是苏培盛这样了。苏培盛知道大胖菊怕被人说去甘露寺就是想见甄嬛，于是又给大胖菊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奴才知道甘露寺有皇上不想见的人，反正咱们只是到那儿去敬香嘛，又不见他。再加上如今出宫，正好可以为太后的病情祈福，更显得诚意些。要是时辰早，奴才再陪皇上去凌云峰踏春去。至此，大胖菊终于能够理直气壮地决定去甘露寺敬香祈福。不得不说，这场关于敬香祈福的交谈真的是一场拉锯战。得亏是苏培盛换了别的小太监，估计大胖菊真的就要不开心地留在养心殿里批阅奏折了。这也再次体现了苏培盛揣测大胖菊心思的功力之强。最后，苏培盛揣测圣心的本事，往往还能够力挽狂澜。看过《甄嬛传》的观众都知道，大胖菊非常喜欢玉娆，即使亲眼看见玉娆和圣贝勒交好，又遭到玉娆高情商拒绝，大胖菊的内心也还是不愿意就此放弃玉娆的，可又不方便强人所难，于是大胖菊心里这个苦啊！又因为大胖菊身边除了苏培盛再也没有可以倾诉这件事的人，所以大胖菊便问起了苏培盛对于这件事的看法。苏培盛，皇上，朕看上一个女子，想要纳她为妃，她却不肯，你怎么看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苏培盛是怎样回答的。皇上，奴才不知道这个女子是何人，但奴才觉得，再好的女子，也比不上纯元皇后啊。奴才是觉得，皇上喜欢谁都不要紧，能替纯元皇后伺候皇上高兴，那才是他的福气呢。苏培盛的这番回答可以说是相当巧妙，他抓住了大胖菊给自己立的深情人设这一点，劝说大胖菊替身没了可以再找，如果这个替身不能替正主让大胖菊高兴，那么就是个失败的替身，不要也罢。而苏培盛这段话显然说到了大胖菊的心坎上，于是大胖菊感叹了一句：你呀，看东西太毒。可以说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大胖菊才真正决定放弃玉娆。如果不是苏培盛的这番话，玉娆和圣贝勒还真未必能够成双成对。而苏培盛之所以能够在玉娆这事儿上力挽狂澜，也全要归因于他对大胖菊心思的了解之深。如果苏培盛不懂得大胖菊的心思，那么说再多的话也说不到点子上。不得不说，如果后宫嫔妃能像苏培盛一样这么会揣测大胖菊的内心，何愁不能在后宫中青云直上？看过《甄嬛传》的观众都知道，今生不能得罪的大佬，第一个人得罪苏培盛的嫔妃是妙音娘子于莺儿。而说起于莺儿，大家是否还记得她是如何下线的？小夏子，在。之前师傅让你忍，这会儿别忍了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我是皇上的人，你们不可以杀我的！你们不可以杀我！是的，是苏培盛吩咐小夏子用，还是得怪于莺儿自己？得罪谁不好，偏偏得罪苏培盛。那么于莺儿究竟是怎么得罪的苏培盛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于大爷，皇上和果郡王在里头，不见嫔妃。我一连几日来，你都说皇上与果郡王在一块儿，你当我好糊弄是吧？奴才说的是实话，小主要是不肯信奴才，那也没办法。那就麻烦夏公公再去通传一下吧。奴才已经回过小主的话，皇上和果郡王在一起，吩咐了不见嫔妃。小主何必为难咱们这些做奴才的呀？于莺儿本是倚梅园的宫女，机缘巧合之下顶了甄嬛的恩宠上位。然而上位以后行事嚣张鲁莽，惹得太后亲下懿旨，褫夺了她的封号，并且罚跪她闭门思过半个月。大胖菊也因为她嚣张的性子不肯再见她，但于莺儿不死心，一连几日来到养心殿门外守候，非要见到大胖菊不可。于是就有了以上这一幕。估计从这儿开始，于莺儿就对小夏子怀恨在心。于是当她复宠之后，就对小夏子展开了报复。小夏子，你过来。
小主有何吩咐？你闲着也是闲着，给我剥核桃吧。是。用手剥。这里于婴儿让小夏子徒手剥外壳坚硬的核桃，明摆着就是强人所难。于是小夏子赶紧求饶：“回禀小主，这核桃太硬，奴才怕手烂了也剥不完呐。”但于婴儿可没那么好心肠，小夏子的求饶在他这儿完全不管用。只见他神色烟坏的继续逼迫小夏子：“想耍懒骨头了？你不是一向对皇上忠心耿耿的吗？这皇上要吃核桃仁儿，你手烂了又算什么？”于是小夏子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徒手剥了。而于婴儿看见小夏子剥得满手鲜血，反倒在旁边露出了一副得意满足的样子。小夏子的倒霉远不止于此，剥得满手鲜血不算，还因为专注于剥核桃，以至于忘了叫大胖菊起床，从而招来大胖菊的斥责与惩罚。糊涂！为何不早点叫阵？皇上，您一向都这个时辰才睡醒。张嘴！就在这时，苏培盛进来了，看见小夏子在扇自己耳光，又见其一手鲜血，于是苏培盛立马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而苏培盛身为小夏子的师傅，哪有师傅不心疼徒弟的？于是苏培盛便以责怪之名，向大胖菊说明了小夏子犯错的理由。你这个糊涂东西，净顾着给皇上剥核桃了，连请皇上起身的时辰都给忘了。啊！瞧你这一手的血，一会儿怎么当差事啊？大胖菊闻言，果真再没有继续责罚小夏子，但于婴儿和苏培盛的梁子算是结下了。不把咱们太监当人，这会儿还不是落在太监？其实通过于婴儿的例子，我们就能看出来，苏培盛非常的护犊子。如果谁要是伤害苏培盛的亲近之人，就相当于得罪了苏培盛。但偏偏有人总是想不到这一层，比如瓜六和安小鸟。瓜六曾在滴血验亲一案中提出要重刑拷打锦溪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为今之计，唯有重刑拷打锦溪浣碧，再不然也只得委屈熹贵妃和温太医了。人是见皮见肉，不用刑如何肯招？若真能把慎刑司72道刑罚一一受遍还不改口，那就有几分可信了。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瓜六提出这个建议时，一旁的苏培盛是什么表情？只见苏培盛一脸的焦急与担忧，生怕大胖菊真的听信瓜六的糟心主意，而把锦溪送进慎刑司拷打。于是等瓜六话一说完，苏培盛就赶紧向大胖菊说明这个主意可不行。真要把慎刑司72道刑罚都受遍了，不死也成了残废了。即便是还人清白，又有何用呢？然而锦溪却是个舍身为主的忠心人，他主动站出来称自己愿意受刑，以证甄嬛之清白。但锦溪这样说也就算了，毕竟他是急于维护甄嬛，情有可原。可安小鸟却在旁边煽风点火。莲蓉知道姐姐心疼浣碧和锦溪，只是倘若他们不受刑的话，只怕姐姐也为难。纵使心疼，也只能先忍一忍。此言一出，当时就换来了甄嬛的一记眼刀。这里虽然看不见苏培盛听见安小鸟这话时的表情，但想来苏培盛心中的愤怒肯定比甄嬛少不了。因为锦溪是苏培盛的妻子，苏培盛爱她敬她，怎么会舍得锦溪受这样的苦楚？所以瓜六和安小鸟在滴血验亲一案中的表现，算是将苏培盛得罪透了。跪在养心殿外求大胖菊饶恕他的家人，而相比处理瓜六时的残暴直接，苏培盛对安小鸟的报复方式就要显得婉转诛心许多了。当大胖菊给安小鸟选封号时，甄嬛向大胖菊建议了一个梨字，用来嘲讽安小鸟。但大胖菊听完甄嬛的解释后，仍然心存犹豫。于是这时苏培盛出手了。奴才听说黄鹂多子，正如安嫔如今怀了孕，这不是多子多福吗？而苏培盛不愧为最会揣测大胖菊心思的妙人，他这番解释恰好解释到了大胖菊的心坎上。于是大胖菊听完苏培盛的解释后，立马同意了这个带有侮辱意味的封号。至此，要是观众以为苏培盛的操作已经结束了，那也太小瞧苏培盛的诛心功夫了。只见苏培盛满脸笑意的从养心殿出去了后，又吩咐徒弟小夏子去准备50只黄鹂鸟，用来给安小鸟道喜。去跟雀鸟司说，要50只黄鹂鸟，
咱们去给安嫔娘娘贺喜。在丰富完小夏子这事儿以后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苏培盛脸上的笑意更深，见牙不言。他此时内心的快活可想而知。而话说回来，苏培盛的黄鹂鸟真是有诛到安小鸟的心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安小鸟收到黄鹂鸟时的反应。赶出去！都给我赶出去！赶出去！听到了没有？赶出去！我不想听。通过安小鸟的这番举动，我们不难看出来，安小鸟的内心的确是受到了10000点暴击。不得不说，论诛心，还是得看咱们苏菲。而说起安小鸟的结局，虽然没有瓜六那么惨烈，其中离不开苏培盛的关照。苏培盛说了，延禧宫那里他会照顾得很好。从锦溪的这句话中，我们合理推测，安小鸟在落在苏培盛手里，肯定是没少吃苦的，所以他最终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，绝望下就选择了自尽。不得不说，苏培盛真的是这紫禁城里万万不能得罪的大佬，否则就会像以上的3位嫔妃一样，落得个凄惨的下场。《甄嬛传》中有这么一个人，他眼观6路，能悄悄撤掉嫔妃的绿头牌。他耳听八方一把椅子，让皇上对将军不满。他就是流水的宠妃，铁打的苏妃苏培盛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苏培盛悄悄动手的那些事儿。第一点，丽嫔绿头牌事件。虽然剧中的丽嫔生得一脸苦相，算不上美女，但原著中丽嫔是个仅次于华妃的绝世美女，甚至创下了让皇上一夜临幸3次的记录，这也是她为什么被封为丽嫔的原因。可就是这么一个曾经备受皇上宠爱的嫔妃，苏培盛却说她的绿头牌落了灰。从此之后，丽嫔的绿头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，但明显丽嫔的绿头牌还十分干净。苏培盛为什么敢在皇上眼皮子底下撒谎呢？原因在于当时皇上连连诉在碎玉轩，太后害怕皇上专宠甄嬛而冷落了其他嫔妃，所以太后劝皇上一定要雨露均沾，因为专宠会使众嫔妃嫉妒，导致后宫不得安宁。原本皇上还想着让太后见见甄嬛，结果太后来了这么一招，皇上还不能发飙，因此皇上只能找那个对太后嚼舌根的人出气。那么这个背后嚼舌根的人又是谁呢？皇上一出门便问太后的贴身侍女竹溪姑姑，倒是昨儿丽嫔娘娘来过了，陪太后还唠了好一会儿嗑呢。皇上一听立马明白了，这肯定是丽嫔捣的鬼。而恰好此时不仅仅是皇上对丽嫔不满，就连苏培盛也对丽嫔不满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当初甄嬛得宠，康禄海想回碎玉轩，结果丽嫔对这个吃里扒外的太监骂了一嘴。太监最忌讳的事便是别人骂他没根儿。如果说丽嫔只骂康禄海也就罢了，偏偏丽嫔情商太低，骂了所有的太监，所有的太监自然包括了苏培盛。因此苏培盛可能早就掏出了小本本，记下了宫里所有人曾经说过太监的话。平时你受宠的时候，咱们太监就忍着，等到你落魄了，咱们就出来报仇。于是在皇上掀牌子时，苏培盛便使了绊。很明显，皇上对绿头牌事件心知肚明，但皇上因为太后批评他专宠甄嬛一事，皇上正想着该如何处置丽嫔，结果苏培盛这么做反而不用他开口了，于是皇上任由苏培盛撤下了绿头牌，从此丽嫔也就相当于被打入了冷宫，可见积口德是多么的重要。第二点，年羹尧椅子事件。剧中年羹尧常常仗着自己军功在身，不仅看谁都不顺眼，而且情商比丽嫔还低。除此之外，年羹尧还对太监这个行业不屑，每次和华妃唠嗑时都忍不住吐槽一番。哼，我的脾气你不是不晓得，我最讨厌这些阉人的臭气。这里咱们来开个小脑洞，华妃和年羹尧说话时，总有太监走来走去。假如在年羹尧和华妃吐槽时，刚好这些话都被来来回回的太监们听到了，而小太监又把这些话传到苏培盛的耳边，以苏培盛爱记仇的性子，少不了会摆上一道。因此在年羹尧来找皇上的时候，苏培盛主动让人搬来椅子，请年羹尧坐下等，随后又在皇上面前添油加醋。一把椅子便让皇上和年羹尧产生了隔阂，可见苏培盛因年羹尧这招做得滴水不漏。可苏培盛却还是让侍卫把瓜六给活活打死了，并且苏培盛还很痛恨地朝瓜六啐了一口。
一个太监和一个嫔妃会有什么私怨呢？原来在滴血验亲中，瓜六曾经提议以慎刑司严刑拷打槿汐，以此供出甄嬛的奸夫。而槿汐又是苏培盛捧在手上藏在心尖儿的宝，所以听到瓜六的提议，苏培盛的眼神儿立马变了。这也意味着苏培盛和瓜六的仇就此结下了。仔细想想，苏培盛一直以来的人设是什么？那是一个能看透皇上心思的人尖儿，是一个不必皇上下令就替皇上办事的人。皇上这么聪明，自然也知道苏培盛痛恨瓜六，也没谋反的大罪，直接下旨弄死他。我是皇上，我不太好说，就由你来弄死他吧。第4点，安小鸟搜宫事件。当时甄端敬3人组发现了安小鸟的密箱，3人盘算着如何来场热闹的斗鸟大会时，苏培盛带着人浩浩荡荡来搜宫了。一个嫔妃的寝宫被下人这么一通乱搜，安小鸟感到特别的没有尊严，便骂了一句。安小鸟也清楚苏培盛这么做无非是报私仇，当初皇后为了找出苏培盛和槿汐对食的证据，也曾这样浩浩荡荡派人去搜过槿汐的房间。而安小鸟又是铁打的皇后党，所以苏培盛才把搜宫的屈辱转给安小鸟。可见苏培盛是一个十分隐忍的人，对方高高在上时他忍着，对方跌到谷底时他再把仇怨还回去。更何况在深宫中侍奉皇上时间最长的人，恐怕后宫所有嫔妃加起来都不敌苏培盛。这也导致了苏培盛把皇上的脾性摸透了，从而在这深宫中苏培盛成了铁打的苏妃。宫中任何嫔妃都有可能面临失宠的那天，唯独苏培盛不会。奴婢与苏培盛是同乡，奴婢刚入宫时，苏培盛对奴婢也是颇为照顾的。而且入宫这么多年，苏培盛对奴婢也并非无意。那我现在才来说要陪你，有些晚了。怎么，你终于肯了？在《甄嬛传》中，苏培盛对槿汐可谓是情根深重，但为何甄嬛失宠时苏培盛不帮扶甄嬛一把呢？要知道，丫鬟的荣辱跟主子的命运息息相关。甄嬛失宠，槿汐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所以苏培盛为何不帮呢？今天让我们来唠唠其中的缘由。首先，不是苏培盛不想帮，而是他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虽然苏培盛很擅长揣度四大爷的心思，也算是四大爷跟前的红人，人送外号苏妃，但奴才就是奴才，在四大爷的绝对权威面前，苏培盛的力量还是渺小的。比如四大爷因为敦亲王的事大发雷霆时，苏培盛别说平息四大爷的怒火，就连养心殿的门他都进不去，反而要求助于甄嬛。娘娘您可来了，皇上发了好大的脾气，把奴才们都轰出来了。娘娘拜托你进去好歹劝一劝，奴才们感激不尽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再比如太后病重，苏培盛好心劝说四大爷去看望太后。皇上，你有些日子没去看太后了，也说不准。皇上要是去了，太后一见，心宽了，这病就好了嘛。但四大爷压根儿听不进去。太后的病是因朕而起，太后恨朕都说不准，朕去了能干什么？别说了，摆驾延禧宫，朕去看看安嫔。所以苏培盛的话并不是任何时候都管用的。再者，甄嬛离宫前的3次失宠都发生在很微妙的时机，苏培盛根本说不上话。甄嬛第1次失宠是因为沈眉庄假孕争宠，惹怒了四大爷。贵人审视，言行无状，昨降为答应，敕夺封号，幽禁弦乐阁，不得朕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虽然看上去四大爷只责罚了沈眉庄，但实际上甄嬛也受到了牵连。皇上，婉贵人与惠贵人一向交好，不知今日之事。住口！
甄嬛平日里与沈眉庄情同姐妹，要说沈眉庄假孕争宠，甄嬛毫不知情，四大爷是不相信的。但那时他和甄嬛正处在热恋期，也做不到因为这事儿怪罪甄嬛，所以齐二哈话都没有说完，四大爷就暴怒的喝止了。然而不怪罪并不意味着不怀疑，四大爷终究是对甄嬛起了疑心，因此惩罚完沈眉庄以后，四大爷就开始冷落甄嬛。甄嬛几次求见，四大爷都将他拒之门外。小主啊，皇上这会儿不愿听，也不愿意想沈答应的事儿，我看您还是请回吧。对此，苏培盛曾暗戳戳试探过四大爷的态度。皇上，婉贵人还在外头候着呢。这里苏培盛特意提醒四大爷，甄嬛已在殿外等候多时，当时正逢酷暑时节，四大爷要是对甄嬛还有怜惜之心，听到苏培盛这话，就会马上将甄嬛请进来，以免他在毒日头底下久战中暑。然而四大爷依旧不为所动。你方才唱的那首歌很好听，再给文姨唱一遍。苏培盛见状，瞬间明白四大爷还在因为沈眉庄的事儿怀疑甄嬛。这样一来，苏培盛就算替甄嬛讲好话也是徒劳，关键还是要四大爷自己打消疑心。于是苏培盛什么也没说，就告退出去了。如果说甄嬛第一次失宠是受沈眉庄牵连，那么第二次失宠就完全是她自身的原因。那时甄嬛怀有身孕，被华妃罚跪了半个时辰，结果导致小产。然而四大爷却没有重责华妃，这让甄嬛对四大爷感到万分心寒。世子之痛，或许会随着时间淡去，可年为日在眼前，臣妾怎能安然度日？于是四大爷每次来碎雨轩都得不到甄嬛的好脸色，如是再三，四大爷就对甄嬛失去了耐心。婉嫔，你性子太倔强，朕念你失子不久，不和你计较，你自己好好静一静吧。对此，苏培盛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这次是甄嬛自己不想搭理四大爷，苏培盛就是劝四大爷去看望甄嬛也没用，关键要甄嬛自己解开心结才行。分析完前2次失宠，现在咱们再来说说甄嬛的第3次失宠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纯元顾衣事件。你这身衣服是哪儿来的？放肆！碎雨轩已经修好了，你去带着思过吧。这回就更不能怪苏培盛不替甄嬛求情了，只因当时的气氛实在是太吓人。皇上，你一晚上没吃东西了，喝点茶提提神吧。放肆！你们都放肆！当时四大爷正在为甄嬛误穿纯元顾衣一事感到焦躁烦心，苏培盛只不过是进来提醒四大爷要注意保重身体，就无端遭到四大爷的迁怒。此等情形下，苏培盛哪儿还敢再替甄嬛讲话，除非他不想要自己的项上人头了。讲到这儿，或许有观众会问，既然苏培盛做不到帮甄嬛复宠，为何不暗中接济一下甄嬛，这样锦汐在碎雨轩的日子也能跟着好过一点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认为原因有2。其一，虽然苏培盛喜欢锦汐，但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那时的锦汐并没有同意要和苏培盛在一起，甚至苏培盛主动向锦汐邀功，锦汐也是微笑着保持距离。皇上跟前儿，我可没少说婉嫔娘娘的好话。得了吧，只要能讨皇上的好，你都帮。何况今儿可是惠贵人的功劳。这样一来，苏培盛要是因为锦汐而处处关照甄嬛，其实是名不正言不顺。俗话说无功不受禄，苏培盛的过多帮助只会让锦汐心有不安，不知何以为报，这并不是苏培盛所希望的。再说苏培盛要真的这样做了，也很容易被后宫众人误会他苏培盛站对甄嬛。要知道宫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一来二去，要是传到四大爷的耳朵里，他这个都太监的职位就算是做到头了。其二，苏培盛深知锦汐不是柔弱的菟丝花，不然以苏培盛的权力和地位，锦汐要是同意和苏培盛结为对食，
他早就在后宫混得风生水起了。但锦溪并没有选择这条简单的康庄大道，而是默默凭借自身努力，在后宫活出他想要的人生。俗话说，个人有个人的活法，苏培盛又何必费力不讨好的干预锦溪的人生呢？不得不感叹，虽然苏培盛的身子是残缺的，但他的心灵却很饱满，值得观众们的喜爱。